我会好好对你的。逆女，能嫁给王总，这是你的福分。现在你把王总打了，他给黎氏集团的投资你全没了，你这是想害死全家呀！我当初就不该把你认回来，你就是个祸害。因为这，你们就让一个老男人深更半夜爬我的床，我究竟是不是你们亲生女儿？妈，果然姐姐还是在意我的存在。我知道姐姐的意思，她是在怪我抢走了你们的宠爱。这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其实你们早就调查出来，我是黎家的亲生女儿，就是因为看不起我在乡下长大，所以才迟迟不肯承认我的身份。如今黎家不行了，你们舍不得让黎星瑶去巴结你们所谓的权贵，这才想起来有我这个亲生女儿可以利用。你们真是让人恶心！为了照顾黎星瑶的情绪，你们甚至不让我喊你们爸妈。想来你们也从来没有把我当成你们的亲生女儿。既然如此，就当我从来没有过亲生父母。以后我会改回和我养父母姓，请你们以后叫我季向晚。你，黎家，今天这一遭，算我还了你们生恩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一刀两断，毫无瓜葛。刚被接回黎家时，我以为我终于能得到亲生父母的疼爱，可现在看来，我就是个笑话。他们永远都会偏心毫无血缘关系的林星瑶，就连亲生父母都靠不住，更别说指望我靠男人和婚姻改变命运了。要是能不结婚，就有个孩子就好了。严君逸，江城第一豪门严氏集团的掌权人。等等，这不正好符合我找了好久，才貌双全，不用结婚就能让我有个孩子来继承我美貌的完美对象吗？最主要的是他脑子好使。这种人的基因绝对是极品中的极品，还挺谨慎啊！我想起来了，黎正天不是想让黎星瑶攀严家的高枝吗？那我就先下手为强，妹夫变姐夫。新来的吗？怎么之前都没有见过你啊？出去！怎么这么凶啊？别让我说第二次。去！这没劲。表哥，这就是你跟我说的重要的事。表哥，我错了，这都是姑妈交代的。姑妈说您老六代单传，还不近女色，姑妈着急啊。名门千金和红粉蝴蝶，你都看不上，你到底喜欢啥样的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
我啊，等等我！坏了，严总丢了。钱货2清，两不相欠。谢谢啊。是那边吗？对，姑妈，查到表哥就在里面房间。我儿媳妇藏哪儿了？妈，没有什么儿媳妇，是那个女人设计给我下药，还想靠怀上我的孩子来拿捏我，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得逞。别听他的，赶紧去给我打听作案的女孩子是谁。哎呦，这下我抱孙子有望了，列宗保佑。表哥，还查吗？啊，哥，你才这200啊？查，这种女人一定不能进入严家，敢这么羞辱我一定活撕了她！妈妈终于回国了。对呀，你开心吗？真好，要是他们是我儿媳妇儿和大孙子就更好了。妈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怎么好好的非要出国？我要去找我儿媳妇和孙子去，国内找不到，我就要去国外找。总之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妈，你明明知道严家几代单传，我不可能轻易有孩子。放屁！严家列祖列宗给我托梦了。你儿子今年已经5岁了，这么一算，肯定是5年前那个女孩子生的。我这次一定能找到她。妈，这个女人查了5年都没有消息，若真想靠严家子嗣上位，肯定早就主动带孩子找上门了。我等不及了。你爷爷在梦里说，媳妇和你儿子今天会在西南方向出现。妈，儿子，妈看到我孙子了。妈，没事吧？好东西没长眼啊！年轻人，你怎么说话呢？可老不死的撞了我，不给我道歉，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你！不许欺负奶奶！哪来的小屁孩，学人家多管闲事！我才没有多管闲事，你推了奶奶就要给奶奶道歉。妈惹毛了，连你一起揍，滚开！给我儿子和这位阿姨道歉。道，我道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奶奶，你别怕，妈咪已经把坏人赶走了。我的大孙子哟，奶奶可想死你了。奶奶，你找不到孙子了吗？我孙子5年没见了，不过现在好了，我找到我的大孙子了。妈，严俊逸刚回国就遇到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妈咪，那个叔叔好帅啊！不行，不能让他知道小太阳的存在，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找到我孙子了。妈，这话你已经说了无数次了。你看，他就在这。哎，我孙子呢？妈，您就别闹了，您知道我不可能有孩子的。送我妈回去吧。姑妈，比起不知道真假的孙子，咱还是继续回去给表哥相亲更靠谱哈。我没闹，我真的看到我孙子了，他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人怎么可以倒霉成这样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刚才严俊逸没认出来我，只要出机场前不再碰到他，就都没事了。妈咪，
你为什么要躲着那个帅叔叔啊？因为这个帅叔叔太帅了，闪到你妈的太合金狗眼了。妈咪，你不是说过，男人的爱能伪装，钱也能伪装，可是脸伪装不了。这小子记性还挺好。因为像这样的大帅哥，要么有隐疾，要么就是名草有主了，轮不上你们，知道吗？那好吧。你俩听我说，赶快去查查今天帮了我的那个孩子，他肯定跟咱们严家有关系。师傅，这里。这个该死的女人，居然真的生了孩子！哎呀，就是他们！赶快把我儿媳妇和孙子追回来！好啊，我看你这次能跑到哪去！给我站住！拜拜。真没用！你怎么连自己的媳妇儿和儿子都能放跑呢？嫂子的身份查到了，那个女人的身份查到了，是黎家的千金。她身边的小男孩也是5年前出国后生下的。这种心思恶毒的女人，能教出什么好孩子？去黎家，我们严家的血脉，哪有被人利用的道理？小太阳，坐。小太阳，妈妈去拿点东西，一会儿就过来，千万不要乱跑啊！来，看好东西。走了。这位小姐，你怎么自顾自的进别人家呢？哎，这位小姐，我们家先生和夫人都不在家，您要是上门拜访，还请另选时间再来吧。大小姐，您才被认回黎家几天呢，可别养出了一身娇贵毛病，赶紧去把厨房给我打扫干净。哟，原来是大小姐，多年不见，我还以为您不回来了呢。哎，大小姐，您不能进去，先生和夫人都不在家，等他们回来，如果发现家里少了什么贵重物品，我这个做下人的可不好交代。你的意思是，我是回来偷东西的？哎，小姐回来了。刘妈，姐姐也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怎么能这么说她呢？姐姐，这么多年你去哪儿了？当初爸爸妈妈好不容易把你从乡下接回来，你却不声不响的离开，如今又自顾自的回来，怎么是想故意卖惨，好让爸妈同情你吗？神经！姐姐，这些呢都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衣服，这些衣服我只穿过1、2次，它们可都是名牌。你从小在乡下长大，肯定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吧？原来你们豪门喜欢拿二手的东西送人当礼物，学到了。你这是什么话？瑶瑶也是怕你周然有了钱就学坏了，她是为你好。等你在家待段时间，把心态调整好了，妈再带你去置办些新东西。拜拜。星瑶，站在门口做什么呢？爸妈，是姐姐回来了。还有脸回来？不死在外面！孩子好不容易才回来，有什么话进去说，别让外人看见了笑话。怎么？5年前让你嫁给王总，你不是很硬气不愿意吗？离家出走，
还要跟我们一刀两断。现在外边活不下去了，又知道舔着脸回来了啊！爸，虽然姐姐从小流落在外，沾了些不好的习惯，但她毕竟是你和妈的亲生孩子，她回来肯定是遇到难处了，咱们还是帮帮姐姐吧。好，向晚，你看星瑶多为你着想，你就不能像她一样懂事一点，让爸爸妈妈少操点心吗？站住！李向晚，跟你说话你视而不见，你现在越发没有规矩了你。爸，您别生气，姐姐她也不是故意的，再给姐姐一些时间，好好学规矩，她肯定会改的。你们放心，我不是来破坏你们一家三口感情的。这里怎么变成衣帽间了？我的东西在哪儿？星瑶的衣服首饰啊，实在是太多了，你又一直没回来，所以妈就做主把这间房匀给星瑶当衣帽间了。向晚，妈没想到你回来以后一直住在储藏室，这不是心疼你，担心你继续受苦吗？所以把你的东西清理出来，给你换了个房间。东西在新房间，新房间在哪儿？都收拾的好好的，放在阁楼了。向晚，你别着急，妈马上就让刘妈把你的新房间给你收拾出来。我留在离家的东西呢？这些不就是吗？这是林星瑶的衣服，我问的是我的东西呢。姐姐，你的那些衣服、物件什么的都太旧了，如果被别人知道黎家大小姐这么寒酸，会看不起我们黎家的，所以我自作主张丢掉了。是你的东西吗？你就自作主张，随意丢弃别人的东西，黎家的家教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星瑶，没事吧？李向晚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几年不回家，一回来就对我们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的。星瑶她是为你好，你居然动手打她！打就打了，难道要看日子？又在吵什么？李向晚，你一回来就不消停，就不能好好学学你妹妹安分点吗？啊！在你们眼里，那些不值钱的衣服、首饰还有摆件，都是我爸妈亲手给我置办的，在我心里它是无价之宝。什么你爸妈？向晚，你要记得，我们才是你的亲生父母。在我心里，那对从小把我养到大的农村父母才是我爸妈，你们只是生下我，仅此而已。婢女，就为了这些破烂，在家里又吵又闹，不但打了你妹妹，现在竟然连父母都不认了，一点教养都没有呢！你教养？谁教过我？谁养过我？我的亲生父母没有养过我一天。在你们眼里，那些不值钱的破烂，在我心里比整个黎家都值钱。畜生，滚！是不是东西太多了呀？我去帮帮妈咪。爸，你别生气，姐姐，你也别生气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看到有个挂件很别致，我就把它留下来了。我这就拿给你。找到了，就是他，那是我一家三口的照片。姐姐，你别着急啊，我把钥匙扣取下来给你。姐姐，给你。
姐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到你没接住啊。妈咪，你们明明是妈咪最亲的人，为什么要欺负妈咪？你喊他什么？叫他什么？姐姐，这5年你没有回家，居然背着爸妈在外面生了孩子。我生了孩子又怎么样？和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向晚，你才多大？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孩子呢？你老实告诉妈，是不是在外面受什么委屈了？姐姐，结婚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能背着爸妈胡来呢？而且还生了这么大的孩子，这孩子怎么感觉长得有点眼熟啊？我知道你拉不下脸面，嘴上说着不会留在黎家，但是你既然带着孩子回来，肯定是在婆家受了委屈，被赶出来了。还是说你已经离婚了？当年不听我们的话结婚，如今后悔也晚了。你不是很硬气吗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向晚她再混不吝，也是我们的亲生女儿，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。李夫人，你的心尖肉恐怕不是我，而是你身边这个黎星瑶小姐了。在你们心里，我恐怕是个陌生人吧？哈，不，可能是仇人。不识好歹。好啊，这话是你说的。就算你离婚了，我也不可能让你带这个小兔崽子进我们黎家的门。谁告诉你我们结婚了？你没结婚，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亲生骨肉吗？你没结婚，那他是……姐姐，你该不会是在外面背着爸妈给人当小三了吧？他不会是私生子？莫非对方不愿意承认孩子的身份，还被元妃发现了你们的存在，所以你只能带着孩子回来，找爸爸帮忙？我还什么都没说，黎星瑶就已经编造出无数个版本，造谣我的生活有多么的不堪，而你们不仅不丝毫怀疑他猜测的真伪，更不关心我这个亲生女儿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。你们在意的只有你们的颜面，还有你们如珠似宝的黎星瑶。5年前是这样，5年后还是这样。你这是在怪我们了？这世上哪有怪父母的？反而是你！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事儿，想让我们相信你？你不配！对，我是不配，我甚至不配身上流着你们的血。既然我爸妈的东西已经不在了，那我也不继续再打扰了。孩子，我们走。站住！不知好歹的东西！你是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黎家出了一个不知廉耻的贱人吗？这样，我的宝贝女儿怎么有脸去见严总？在这给我好好待着，哪儿都不许去！谁都不允许放黎向晚出去！走！既然你们从来没有把我当黎家的女儿，又凭什么管我？姐姐，你还是乖乖听爸爸的话吧。严总，真的是您啊！严总您来，我们黎家蓬荜生辉呀！严总好。您来我们家是？我们是专门来找黎小姐。哦，谢阳，快，专门来找你的呀！严总，你怎么突然上门？我还没……我要找的不是这个黎小姐，我要找的是黎家真正的大小姐黎向晚。小太阳，你等妈妈！袁静怡，你在吗？袁静怡，救命啊！看我！
非那个孽障在外面宣扬他那个小野种是严俊逸的，被严总知道了。严总，实不相瞒，我的确还有个女儿，叫黎向晚，从小呢流落在外，但回来之后啊，不服管教，桀骜不驯，所以没有对外宣布。在5年前，她擅自离开我们家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是吗？那我怎么收到消息，黎向晚刚带着一个4、5岁的小子进了你的家？您已经知道了。这事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也是刚知道的。那个小贱人对外宣称还有和严总的儿子，要是早知道他拿着严家在外面招摇撞骗的话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严总，您可千万不要怪姐姐，她从小在乡下长大，难免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接触，可能她自己都不知道那孩子的父亲是谁。她说孩子是您的，可能只是她的虚荣心作祟吧。您可千万不要怪姐姐啊！对，严总，你可千万别误会，向晚从小不在我身边长大，我也没想到他是那种性子，不像星瑶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这孩子呀，知书达理，最是乖巧听话。是亲生父母吗？怎么感觉这个假千金才是他们亲生的？既然如此，那就告辞。行，严总。严总，路上在干活，不要毛毛躁躁，小声点。一定是下人把杯子打碎了，你就别上去了啊！就走。决定。Lost your head in a twinkle。快，孩子后脑勺受伤了。不是，你们这……跟我出去。季逍阳是我儿子，对不对？孩子为什么姓季？他难道不应该姓严？黎向晚，你到底还有多少个男人？玄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小太阳是我儿子，我想让他跟谁姓就跟谁姓。再说了，我有多少男人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机场躲我躲得那么快，听不懂我在说什么。哦，原来在机场追我的人是您啊！嗨，我还以为是黎先生派来抓我的人呢。黎向晚，你到底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5年前你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还敢向我下药，向我要一颗种子？什么5年前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但是还是非常感谢你救了我儿子。行，既然你不记得，那我就帮你好好回忆回忆。现在记起来了吗？要么你现在干干脆脆承认，要么我安排医生做亲子鉴定。没错，小太阳是你儿子，可那又怎么样呢？很好，你终于承认。作为严家的血脉，我自然会带走的。你做梦！我和你5年前就已经钱货两清了。小太阳是我自己的儿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把他带走的。欲擒故纵，这女人果然是想利用孩子，好嫁给我做严太的。我们严家的血脉不可能流落在外，何况是你这种母亲，迟早会把她带坏。我怎么就带坏她了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孙子在哪儿？快带我去见他！姑妈，在那边。你先进去照顾孩子。姑妈，那边。孩子在哪儿？快让我看看，是不是在里面？君逸，
听说你已经找到我大孙子了，太好了！你赶紧把孩子带回去。狗男人果然没爱好心，他救小太阳，果然是为了从我身边抢走的。不行，我得赶紧带小太阳离开这。我们严家后继有人了，我先去看看孩子。妈，你先跟我来。妈，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个孩子的母亲不是什么善茬，让我再考虑考虑。你还考虑什么呀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几年你可没少惦记那晚的女孩子，还敢说对人家没意思。我那是记仇，还从来没人敢那么对我。我看你就是死鸭子嘴硬，再这么下去，小心到手的媳妇儿都飞了。快走！妈，我是不可能喜欢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的。你先回家吧，别在这添乱了。找到了吗？整个医院都找遍了，没有发现李小姐和大侄子的踪迹。给李家打电话。表哥，李家的父亲说要找他可以，但是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严总，只要你娶我们家星瑶为妻，我就告诉你李向晚和那个孩子在哪儿。就是啊，严总，你相信我们，我们家星瑶啊，最是人美心善，不像向晚那么叛逆。你放心，他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伙的。那女人想利用孩子，让你一家趴在岩石石上吸血。否则怎么可能孩子伤还没好，就带着孩子跑了？爸妈，这样真的可以吗？放心，我的乖女儿。现在外面都在传严家难有子嗣，严总很生气。李向晚和他孩子的事儿在败坏严家的名声，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到时候你进了严家，把真相告诉他，再怀个严家的孩子，我相信严总定不会怪罪我们李家的。去，把李向晚那个女人这些年的底细给我查清楚。我倒想看看，她到底能躲到哪儿去。啊！敢威胁我严君逸？等等。通知下去，封锁医院。我就不信他带着个孩子，能插翅膀飞出去不成？啊！没事没事，出了医院就不用担心了。妈咪，我怎么感觉不对呀？医院门口怎么多了这么多保安叔叔？上面交代了，有位贵客要找一位女人，带着5岁左右、头上缠着绷带的孩子。现在医院只能进不能出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是。咱们换个地方走。哎呀！来，过来。来，小太阳，帮妈妈拿着。想困住我，没门儿！好巧，你怎么又在这儿？快走！
好，好，好，终于回来啦，孩子，你在外边受委屈了。你不是那个机场差点被别人欺负的奶奶吗？哎，对，我是奶奶。来人，把我给我大孙子和儿媳妇提前准备的礼物拿出来。老夫人，您这是？叫什么老夫人？这孩子这么见外，叫妈。你可是我儿媳妇儿，也不知道你和孩子喜欢什么，这些东西你先收着，以后缺什么跟妈说，妈给你买。这怎么好意思？这我怎么好意思解释？说我和严君逸是真的没有关系。算了，虽然这是我和严君逸之间的事情，但也不想让老人家太过于失望，还是先静观其变吧。谢谢妈。这个见亲眼开的女人，终于忍不住要暴露真实的面目。来，谢谢奶奶。所以你是我真正的爸爸。怎么，你还有假爸爸？对呀，妈咪说过，给20个帅哥每人1次机会，强迫1个帅哥20次。你就这么教孩子的？你陪奶奶玩会儿，爸爸找妈咪有点事。看着爸爸有点不开心的样子，会不会欺负妈咪啊？没事儿，大人的事儿，咱不插手。嘿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要敢对我做什么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打算怎么不放过我。李向晚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什么？别装，说吧，开什么条件，你才同意把儿子给我？严君逸，你别妄想，季逍遥是我儿子，我说什么都不会给你的。你叫季逍阳？可以叫我小太阳。这名字真好听。那小太阳，如果奶奶想让你留下来，跟奶奶一起住在这里，你愿意吗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已经知道严君逸就是你爸爸了吗？这里是他家，也是你家呀。虽然我感觉这个爸爸还不错，很配得上我，但是我看着妈妈有点不愿意的样子，所以我得照顾女生的感受。既然你也觉得严君逸是个不错的爸爸，那你要不要给奶奶一次机会？奶奶想办法说服妈咪留下来。哎，我们之前就已经钱货两清了，而且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纠缠你的，你凭什么这样关着我？钱货两清，200块，谁同意了？李向晚，如果你没有孩子，5年前的事情我们或许还有商量的余地，但既然有了季逍阳，他必须在严家，也只能在严家。看在你生了孩子的份上，我会给你1份钱，也劝你见好就收，否则我会让你还有黎家为你们的贪心付出所有代价。你想怎么样关我屁事？再说，要不是你们把我们俩扣在这里，还想抢走我儿子，谁稀罕搭理你？哼！好啊，小太阳是我儿子，说什么都不会给你的。不过，既然你这么想要孩子的话，那我再怀一个就给你，怎么样？
这个坏女人，别以为你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就能留在严家，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哼，看我不膈应死你！别以为用尽手段勾引我，就能让我心软。李向晚，我是绝对不会喜欢你的。你可是我儿子，你屁股一撅，我就知道要拉什么屎。就你心心念念惦记向晚5年前的模样，敢说没意思才怪。我得帮你认清楚自己的心，这儿媳妇儿和大孙子我全都要。等会儿汤好了，把这个放进去。好的，夫人。老夫人，事情办妥了。怎么了，向晚？出什么事儿了？哦，没什么，花洒不出热水了。哎呀，肯定是平常不经常用，忘记保养了。你先出来，别冻着了，我带你去其他房间洗漱。妈咪，去我房间。不用麻烦了，我去小太阳房间洗漱就可以了。哎呀，小太阳刚刚正跟我说呢，说他房间浴室也出了点问题，我带你去其他房间洗漱。小太阳今天晚上交给我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哎呀，你放心，这房间的浴缸绝对不会有问题的，里面还有按摩浴缸，你慢慢洗啊。这个拿着。大晚上的少看我文件，咱家公司也不会倒闭，赶紧上楼睡觉去。去，早点休息。吃错药了吧？你在这干什么呢？我说了，不论你耍什么花招，都不可能得逞。你神经病啊！我房间浴室坏了，你妈让我过来洗漱的。我要知道这是你房间，我宁愿身上发臭都不过来。难怪我妈催我回房，就为了这事儿。妈带小太阳出去玩，反而让他请假。我今天有些忙，你切些水果给我送到书房去。我是你佣人吗？凭什么你让我做什么就做？我偏不。不行，我得装出乖巧听话的模样，让他放松警惕，这样才好带着小太阳找机会继续跑路。眼睛一拦死你算了，吃个水果还让人切，我诅咒你坐久了之后得痔疮。你等着，我去给拿出个点。一会儿见到严总啊，要好好跟严总道歉，可
千万不能因为李向晚让严总怪罪我们李家啊！严，向晚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严君毅要和我抢儿子，我不在这儿，应该在哪？这怎么可能？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，那个孩子是你和严总的孩子？好啊，向晚，没想到你不声不响的给严家生了一个子嗣，还是你有出息。那我岂不是严君毅的老丈人了？哎，小马，这以后啊，咱家和严家就是一家人了。你虽然进了严家的门，但你还是我的宝贝女儿，可不能忘本呐！啊！这个严家是江城的首富，嫁娶方面可不能寒酸。你告诉严君毅，我们只要他严氏集团的1半股份，另外再加上李家和严家的永久合作权益啊，作为嫁妆。我原本打算让星瑶去抓住严君毅的心，借此呢换取李家和严家的合作权。如今不一样了，切个水果都能伤到手，笨死你算了。整个江城人人皆知，严家6代单传，难有子嗣，而你却生出了严君毅的儿子，严家必然不惜一切代价来换取这个孩子啊！李先生，有妄想症就去治，不要到处乱飞。别说让我用儿子换严君毅手上1半的股份，就算是整个严氏集团，我都不换。向晚，别说气话，你要不是看上了严家的身份和地位，你又怎么会生下那个孩子？那是因为我只想要属于我自己的孩子，孩子的父亲只要符合我的要求，是谁都无所谓。所以5年前，我只是向严君毅买了1粒种子。我早就说过，既然你们只认黎星瑶这个女儿，那就当从来没有过我。我与你们3位毫无瓜葛，也请你们以后不要莫名其妙的来道德绑架我。更何况，我从来没有母凭子贵的打算。我和小太阳与严君毅没关系，也迟早会离开严家。你们3位要是看上了严氏，请各凭本事，但是别想打我孩子的主意。李向晚，你别以为你进了严家，你就无法无天了，我照样可以。严总，您在家呢？小晚，你这就不像话了啊！知道严总在家，还不赶紧把我们请进去？我还没好好跟我女婿聊两句。滚！别闹！别让我说第3遍，滚！你这不对，你们这……哎，我是你老丈，我不是严……干嘛？别动！谢谢。李向晚，你这几天一直装出乖巧模样，都是为了找机会带孩子离开，是不是？你甚至从来都没考虑过和小太阳一起留在严家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从来没打算用孩子要挟你什么，是你一直不相信。如果不是你碰巧见到小太阳，我甚至没打算让你知道他的存在。李向晚，5年前你不是非我不可，对不对？只要符合你的要求，就算你遇到的不是我，你也会和别的男人生孩子，是吗？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心啊？是。
真的看不出来吗？敢设计我的人，我只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只有你。小太阳，今天去游乐场玩的怎么样啊？很好玩，奶奶。我以后还能去玩吗？能啊，现在就安排人把游乐场买下来，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。谢谢奶奶。啊！你们俩吵架了？香婉，是不是君逸欺负你了？你告诉妈，妈帮你收拾他。没什么，今天谢谢你带小太阳出去玩一天，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。我也带小太阳先回去了。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妈，你快去休息吧，我先去忙了。不对呀，这两人肯定有问题。晚餐后的甜点就点你喜欢的吧，今晚就换你去床的右边睡吧。这次旅行我还想去上次的沙滩，球鞋、手表、袜子和衬衫都已经看好。你这个女人到底有没有心啊？你是真看不出，敢设计我的人，我只会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只有你。他喜欢我，那我呢？我好像也并不讨厌他。不可以，季向晚，这个世界上最靠不住的就是真心。就连亲生父母都不爱你，你凭什么敢去？毫无关系的严君逸会对你付出真心。除了小太阳，我已经一无所有了。哎，向晚，向晚，我决定给你和小太阳在江城举办一场回归宴，我要在江城所有豪门面前公布你和小太阳的身份。那个妈，不用了吧？要的，你可是我们家的大功臣，到时候我会在宴会上要向所有人宣布，以后小太阳就是我们严氏集团的继承人，日子就定在下周。我回去好好准备准备，到时候给你们办一场盛大的回归宴。算了，既然已经让小太阳认爹了，那严家公布他的身份是早晚的事。而且严君逸子嗣艰难，无论小太阳选择跟着我离开，还是留在严家，想来以后他都不会受委屈。妈咪，爸爸呢？是他。妈咪，小太阳，妈咪带你去找爸爸，好不好？嗯，走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还赖在严家不走了？黎先生和黎夫人不在，你确定不要继续装下去吗？要是被在场的宾客看到你是个表里不一的装货，黎家的颜面可怎么办呀？你就算真有事，只要我哭一哭、撒撒娇，把问题引到你身上，妈就会无条件的相信我、维护我，这就够了。这一声妈叫的可真顺口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定为谢爷的东西。
爸爸，你可别胡说，今天可是姐姐大好日子。严家今天举办这场宴会，就是为了宣布我这个小外甥是严氏未来继承人。虽然我还听说啊，严家今天还会宣布严总和孟家小姐的婚事，真是可惜啊！原本大家都认为他们二人的婚约是假的，如今看来，只不过是我们这些外人知道的消息不及时罢了。没想到我们用尽了方法，到最后什么也没得到。不过向晚，你也别觉得可惜，好歹严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从你肚子里出来的，严家绝对不会亏待你的。哼，有什么用？要是早先听我的，拿这个孩子和严家做交换，现在我们李家早就一飞冲天了。看看现在，哼，竹篮打水。唉，要不是向晚生下了孩子，说不定星瑶还有机会呢。也是，原本以为姐姐能凭着这个孩子嫁进严家，没想到如今倒也成了痴人说梦。姐姐，你辛苦生养孩子一场，竟是给他人做的嫁衣。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呀？是因为当年你妈用过这一招，还是没能嫁进黎家。你们这些坏人又来欺负妈咪，走开，不许接近妈咪。妈咪别怕，小太阳保护你。那不是黎先生和黎夫人，他们身边那位站的，似乎就是黎家十分受宠的养女儿。什么瓜？什么瓜？黎家的亲生女儿小时候丢了，后来啊，黎先生心疼夫人，痛失爱女，就抱养了一个女儿回来。没想到前些年又找到了亲生女儿。那么这另外一位就是黎家真千金了。小太阳放心，妈咪没有被欺负。只有对他人保持期待，才会难受。我已经一点都不在乎了，所以我一点都不难受。小太阳，奶奶在找咱们，你先过去，妈咪一会儿就去，好不好？放心，妈咪不会被欺负的，快去吧。姐姐，虽说你为严氏生了个孩子，是严家的大功臣，但是你毕竟从小在乡下长大，哪怕你是黎家的大小姐，也是配不上严总的。就不要再继续利用那个孩子做傻事了。那孩子就是严家未来的继承人。那么多豪门千金都没能拿下严总这个高岭之花，最后啊，竟然让黎家给拿下了。黎星瑶这话，莫非是那位真千金利用什么下作的手段设计严总有了孩子？所以如今呢，这严家才不得不承认了孩子。向晚，难道你要教唆孩子扰乱今天这场宴会，破坏了严家和孟家的亲事，自己嫁给严总？这还用问吗？他就是故意捣乱。三位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自说自话。今天是严氏集团宣布未来继承人的大好日子，我作为小太阳的亲生母亲，出席孩子人生重要时刻，不是应该的吗？还是说你们连9年义务教育都没接受过，不知道家长应该陪同孩子参加亲子活动？向晚，这就是你和家长说话的态度吗？啊！当初我要没找回来，恐怕早就饿死在外面了。我怎么会有你这种女儿？简直就是白眼狼！向晚，你听话，以前的事儿就算都过去了，生过孩子也不打紧。你放心，爸妈一定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，你就不要再执着于严总了，好吗？好人家是5年前只把比黎先生小2岁的老男人推到我床上的好人家吗？连一个生过孩子的女人有人要已经不错了，还在这挑三拣四的。哼，好好回去照照镜子吧！啊！你以为严总会喜欢一个乡下长大的一个土包子？哼，想嫁严总，真是痴心妄想。想要攀附严家的一直是你们，别拿我当挡箭牌。你们3位要是没事的话，就去看看脑子。一直听不懂人话也不是个事儿。
爱人先爱己。我从来不在意严君逸的喜欢，我自己可以给自己想要的一切。即使小太阳现在认回了严家，他也是我的孩子，只会是我的孩子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！杨老夫人上台了。奶奶，乖。姐姐，你确定不先离开吗？不然，一会儿你儿子当着你的面喊孟小姐妈妈，你在这儿多尴尬呀！看来严君逸和孟家小姐的事是真的。欢迎各位前来参加宴会，想必大家已经听到了些许风声。我们将在今天宣布严氏集团继承人以及严家少夫人的身份。少夫人，我们严家几代单传，子嗣难得，可我给君逸相亲无数，却没有一个他喜欢的。我日夜担心，万一严家在君逸手上断了后，我100年后还有什么脸去见他父亲呢？姐姐，听到了吗？就是因为你涉及他生孩子的事，让他心里有阴影，所以他才不愿意结婚。爸说的对，你就是个祸害。哼哼，屁的阴影！我看那狗男人行得很。什么？我说，你要这么关心严君逸，你要不要给他请个男科医生啊？可没想到的是，老天有眼。就在不久前，我这么一个大孙子突然从天而降，向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严氏集团未来的继承人纪萧阳。至于另外一个好消息，就由我儿子亲自来宣布。从海底看天空，一切都不同。曾经的那刻，我消失无影无踪。不再相信谁。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好奇，为什么孩子姓纪？因为这孩子从小在他妈妈身边长大，随母姓。但我想过了，纪萧阳这个名字很好听，我不打算让孩子改名字。毕竟，无论他叫什么，都是严家的血脉。只可惜，这孩子的妈妈没有一个好的出身和家庭。姐姐，这下真的要变成笑话了。原来严家是这么看我的。之前的亲近示好，都只是为了稳住我，好抢走小太阳。现在的才是他们真正的想法。我和孩子母亲的偶遇，就是一场策划多年的大骗局。去你的严家几代单传，死渣男！以后再让你找到，我就是狗。直到我发现，我的心绪开始被某人牵动，但我却不知道怎么表达。吉祥丸，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谢谢啊。也揮發着餘香，原來情動正是這樣，曾忘掉這這麼超乎我想象。但願我可以沒成長，完全憑直覺覓對象。無
你喜欢自由，是因为爱你的养父已经不在人世。如果真的太好，如错看了都好，不想证实有没有。当你回到李家后，更是被排挤，没有安全感，所以不再相信任何人，宁愿选择和孩子跟着已故的养父行进，也不愿意信你。从眼角看不到，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如果我一直不张嘴，不告诉你我的心意，让你感受到我的坚定，就只会把你越推越远。所以我来了，来亲口告诉你，季向晚，你很好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喜欢不在意严家财富，坚强独立，乐观，享受生活。李家配不上你，但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嫁给我，让我留在你和小太阳的身边，保护你，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可是，你不是和孟小姐订婚了吗？而且，你刚刚还说我的身世配不上你。你跟我来。我就知道这个向总什么都没告诉你，差点我儿媳妇又跑了。季小姐，看来你也误会了，我和君逸从来没有过婚约，只不过严孟两家世代交好，生意合作往来比较密集，所以我们两个略微熟悉了些。虽然两家长辈确实这样想过，但两个孩子互相没有那个意思，所以早就放弃了。可是新闻上说你们……那是我们故意的，我们两个暂时都没有打算找另一半，所以只好以对方为借口来斩断烂桃花喽。这下放心了吧？季小姐，听说你原本是打算借君逸生个孩子，没想和他有任何瓜葛。我也不想进入一段没有感情的婚姻，但是为了孟家的将来，我一直在思考该如何解决这件事。现在看来，去父留子不失为一个好办法。你能仔细跟我说说你怎么做的吗？孟南之，我是让你来帮我追媳妇的，不是让你来取经的。你再问下去，我漂亮老婆带着我可爱儿子跑了怎么？谁答应做你老婆了？向晚，我们知道你从小流落在外，但你的养父母对你很好，很幸福，反而是被离家认领回后，你有了一对不知好赖的父母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因此君逸希望在一个正式的场合给你一场正式的告白，他想告诉所有人他就在你身后，给你和孩子足够的安全感。所以你怎么样？原来是我理解错了。今天让小太阳认回严家是其一，重要的是严君逸为我精心策划的这场告白，他是想弥补我从离家失去的安全感。不可能！严总，您是不是害怕姐姐知道你和孟小姐有婚约，会带着孩子离开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？星瑶说的对，严总，孟小姐，你们是心太软了。你放心，我这就把她带回去，绝不再给她机会，让她继续纠缠二位。对，严总，你不必为了安抚这个贱人来自讲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有自知之明。你怎么会看着他呢？
亲生闺女张口闭口贱丫头，养女却说什么都相信，一家人被猪油蒙了眼，黎家真是要落魄了。黎夫人，黎先生，我到底做过什么事，让你们这么厌恶我？我过得好时，你们嫉妒我；我过得不好时，你们落井下石。如今我已经和你们断绝关系了，你们还是不肯放过我。大概就是因为黎先生年轻时也是这样玩弄人心吧，所以才不信别人会有真心吧。什么意思？向晚带孩子进了严家后，我派人查了他的身份和身世，知道了一件有趣的事。黎先生和黎夫人结婚前曾有一位青梅竹马的白月光，可能就因为白月光家里无权无势，为了前途，黎先生抛弃了心上人，娶了黎夫人。可就在黎夫人即将临盆前，这位白月光大着肚子找到了黎先生，声称肚子里的孩子是黎先生。严总，话可不能乱说啊！你说的我根本不知道，我根本……后来黎夫人生下了一个女孩，而不久后，白月光也产下了一个女婴。于是黎先生伺机扔了黎夫人的女儿，又以不忍心黎夫人思女成疾为由，将白月光的亲生女儿带进了黎家，交由黎夫人养大。原来黎仙瑶不是被抛弃的，而是黎先生的私生女。闭嘴！都他妈给我闭嘴！没这回事，没。黎正天，严俊逸说的是不是真的？星瑶，是不是你的私生女？老婆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其实，我觉得我只是犯了一个全天下的男人犯的共同的错，这没有什么呀，这没有什么呀，这。那就是真的了。为了给你的白月光的女儿一个名分，把向晚扔掉，而且还在找到向晚以后，一直给我洗脑，让我打压他，欺负他，是不是？我给你生的亲生女儿，难道就比不上你和那个贱货生的这个野种吗？妈，为爱的才是小三，明明是你先插足我爸我妈的感情。再说了，我已经昧着良心见了你20几年的妈了，你不要不知足。你听我说，这世上哪儿有专心一意的？我觉得结完婚不等于就代表没有爱情啊，所以当年我只是偷师爱上了你们2个人而已。再说了，小班好好的嘛。你让我养了你白月光的女儿20多年，让我亏待我的亲生女儿20多年，你还信任别动！别忘了，你可是豪门夫人，怎么跟泼妇一样斤斤计较？再说了，星瑶是私生女有什么关系？你失去了亲生女儿又怎么了？不管怎么着，叫人叫你妈不就行了？哼，好，这话是你说的，是我说的。妈，性命又怎么样？反正你死后会有人给你上坟烧纸的。爸，小婉，妈对不起你。黎夫人，我不是你女人，我叫季向晚。是，我这种瞎眼的妈，你不认得我也是对的。该死的是你们！凭什么你们幸福美满，我却父母分离？
都去死吧！小婉，小心！你们放开我！为什么？小婉，让妈妈最后再保护你一次。黎正天被赵明珠捅伤了心肺，以后可能得一辈子躺在床上戴呼吸机了。赵明珠虽然受伤了，但她也重伤了黎正天，痊愈之后，等待他的将是牢狱之灾。至于黎星瑶，他故意伤人，本就该坐牢。但听说赵明珠在医院醒来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黎星瑶从黎家出了名。黎星瑶一时接受不了，精神失常了，恐怕之后只能被关在精神病院里了。唉，明明真相大白了，我应该高兴才对，为什么我一点都不觉得痛快呢？季香婉，我发誓，以后不会让你再受一点委屈。严家所有人也都会和你的家人一样关心你、呵护你，所以，你愿不愿意和小太阳留下来？这不是被李星瑶踩碎了吗？你的答案呢？那可不行，说好的去父留子呢？真心这东西最是善变了，香婉，要不然再考虑考虑，万一以后遇到比君逸更好的呢？孟南之，你快别说了，这天一下被你聊死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你这孩子干什么呢？当着孩子的面，我才不管呢，反正我是不会放你走的。不管你在哪里，就算天涯海角，也甩不掉我。你就这么不愿意接近我？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真心会变，但是如果因此拒绝一个热烈的心，那未免也太不公平了。所以呢，我打算勇敢一次，哪怕真心会变，但是我也不曾后悔。而且，就算是要跑，那也等这个生下来之后再说吧。那晚，上晚你打破了我们严家单传的魔咒，你真是我们家的大福星啊！